实习生偷偷给我提交降薪申请，我的工资从1万变成2000。知道后我去工位找他算账，不曾想女老板和同事却处处拥护他，我与他们发生争执，结果他趁我不备推了一把，直接令我惨死当场。再睁眼，我重生回到了2个小时前。13哥，这里有份表格需要你签名。望着张志强那假意的笑容，我的怒火一下子就要冲上天了。上一世就是这张主动降薪申请表，让我的工资从1万降到了2000，最后还命毁当场。重来一世，居然还想用卑劣的手段让我签字。这是什么？你自己怎么不申请？我有说过要主动降薪吗？我跟你说过多少遍了，不要总是自以为是。你是真傻还是装糊涂？我是为了公司好才这样做，现在经济不景气，就应该节省成本。而且你的工资那么高，怎么就不能为公司做出牺牲？你有必要这么凶吗？欺负我一个新人。好，很好。现在确实大环境不好，公司效益也受到影响。我希望大家都能像小张这样处处为公司着想。蒋总说的是，我们都要向张志强同学学习的。没错，照我说，为了公司要做出什么牺牲都是理所应当的。就是有的人真是一点奉献精神都没有。蒋总，既然要节省成本，我建议全公司的所有职员全部降薪30%。你的这个提议很好，不过这事我得再好好想想。对了，蒋总，我还有一个建议，现在都在提倡要全方面发展人才，可以让张志强到各个部门轮岗实习，以后就可以不是一个萝卜一个坑。我同意，欢迎小张同学先来我部门实习。哈哈哈，小张可以先来我们部门啊。我们这里团队氛围更好，小张应该先来我们这里。听着同事们争先恐后的要他，张志强脸上一抹得意，而我则暗自弯了弯嘴角。几日后，凭什么？我只是去倒个水就要罚500元，真把我们当牛马了？这也太过分了吧！你那算什么？我去上厕所被罚了800，我尼玛让我憋着上班吗？我更惨，我只是弯腰捡个笔就被拍到没在座位上，这张志强简直是比周扒皮还要狠啊！大家纷纷吐槽张志强，随后越想越气，直往 HR 总监的办公室冲。刚到门口，就听到了一阵质问声：“张志强，你刚刚用我的电脑发什么？”总监，我也是为了公司好啊，只有重罚，大家才不敢再懒散。谁允许你这样做的？别忘了，你只是个实习生。只要是为了公司好的事，谁都可以做，这根本不分职位大小。你这是在胡来！我会如实告诉蒋总。哼，你尽管去，我做什么都是为了公司。我相信蒋总肯定也会同意我的做法。HR 总监被对的顿时哑口无语，随后他去告诉蒋丽，结果蒋丽知道此事后，却把他臭骂一顿，还公开大赞张志强。第二天，张志强去到技术部门时，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欢迎。小张这里可以随便出入，你想怎样都行。真的吗，林哥？当然，只要你不乱动设备，随便你弄。技术经理交代完便去维护系统。第二天，公司炸开了锅，系统突然崩溃，所有电子设备都陷入瘫痪。林北，这是怎么回事？蒋总，我还在检查原因。我花那么多钱是请你来干嘛的？你知道公司损失多少钱吗？你要是不能马上处理好，就给我滚蛋！就在技术经理吓出了一身冷汗时，张志强哼着小曲走了进来。哈哈哈！蒋总，我刚刚又为公司做了一件好事。我看机房的那台电脑显示内存不够，就把多余的配置模块都删除了，这样就不用再购置新设备了。误常，果然是不怕坏人绞尽脑汁，就怕蠢货灵机一动。我的张爹啊，那台电脑的数据动不得，一旦删除就无法恢复，整个生产环境都会崩溃。随后，张志强的眼角余光瞄到蒋丽的脸色，就像吃了苍蝇一样难看，他有些慌了，随后猛地伸手指向我道：“都是他姜13，之前跟着他的时候，他就教我这样做。你要不要听听你在狗叫什么？我看你都是这样操作，还跟我说是系统优化的，那只是杀毒软件的提示。够了，你以为你是谁？你有什么资格在我的公司胡作非为？”听着蒋丽的话，我一时呆愣住。他不去骂张志强，反正将矛头指向了我。蒋总，明明都是张志强一人所为，不关我的。姜13工作重大失误，情节严重，予以开除处理。张志强表现良好，即日起转正并升为总裁助理。蒋丽话完，我紧紧攥着拳头，胸口的火就快要喷薄而出。谢谢蒋总，我以后一定会更加努力的。看到没有，公司需要的是小张这样的好员工，而不是会把公司搞垮的白眼狼。好，你们牛波，惹不起我躲得起。其实我早就想走了，一离开公司我就订了3张机票。上辈子我和爸妈还没来得及好好享受人生，就被活活烧死。这次我要带着他们畅游祖国的大好河山。当晚，我的手机响个不停，原来是同事们私下组建的一个群聊，张志强在里面刷屏，还发了现场直播的链接。镜头里的张志强和蒋丽正在和客户吃饭，那是盛天集团的陈总。陈总，希望你能同意对于我们公司的投资。那可是5000万的资金，岂能说投就投？我得看到你的诚意。陈总，不知要怎样才算有诚意？这样，只要你把这几瓶8+1都喝了，我就考虑一下。好，我答应你。就在他拿起酒瓶时，张志强却一把抢了过来，狠狠摔在了地上。蒋总，不能喝。你在做什么？蒋总，我都是为了公司好，你一次喝这么多的酒会酒精中毒的，公司可不能没有你啊。看来蒋总是不想和我的公司合作，那这顿饭也没必要吃了。
陈总，刚刚只是一场误会，我现在就喝。张志强却抢在前面，拿起其他的酒瓶就往地上扔。张志强，蒋总，我知道我又为公司做了好事，这都是我应该做的，你不用奖励我。我在镜头后终于控制不住的笑了出声。张志强，你知道陈总的这5000万资金对公司有多么重要吗？蒋总，我是在公司着想，难道我做的不对吗？你这是在害公司，如果没有这笔资金，公司可是会倒闭的。蒋总，我怎么可能害公司？你不是一向最欣赏我的吗？你还说要所有人向我学习的。蒋丽一时竟无语回应。陈总黑着脸走向了门口。陈总，你不要走，我们坐下来慢慢谈。你看看这个，我保证你看了后肯定会有兴趣对我们公司投资的，还不快把合同拿过来？蒋总，什么合同？盛天集团5000万的合同啊！随后张志强埋头在公文包里找寻，找到了，在这里。蒋丽终于松了一口气，连忙把合同递给陈总。陈总缓缓地打开，下一秒却满脸震惊。这是谁你的合同？你们求着我合作，却要我倒贴5个亿。陈总，你在说什么？你自己看看。蒋丽拿过合同一看，顿时傻眼了。金额一栏数字5的后面是8个0，也就是5亿。合同是我拟的，蒋总，我做得很好吧？我知道你肯定又要公开表扬我了，这次你是要让我升职还是加薪呢？我看着直播里的画面，不自禁的笑出声。我是不会对你们公司投资的，以后我们也永不合作。陈总，你等等，我们有话好说，你能不能再考虑一下？我们公司真的不能没有这笔资金。蒋丽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陈总走得越来越远，她的脸难看到了极点。她转头死死地瞪着张志强，朝着他一步步的靠近。直播忽然戛然而止，群聊却变得热闹了起来。听说小张是蒋总的亲戚，难怪他做什么蒋总都会护着他。我说小张还真的是为公司着想。没错，哪像那个姜13蠢的要死，只想搞垮公司，活该被开除。我轻嗤一声，当初进群我用的是小号，他们并不知道我也在里面。果然是近墨者黑，这群人都集体降智了。秃地，群里有人发了话。姜13才不是那样的人，你们不能这样说他。他立刻就被所有人群起而攻之。我对他没什么特别的印象，只记得他在公司一直是沉默寡言的。随后，我收到了林小军的好友申请和消息。姜13，我也被开除了，因为我昨天穿了红色衣服。张志强说我犯了蒋总的冲，张志强把公司弄得乌烟瘴气的。他跟蒋总要求，我们不得离开工位超过5分钟，否则每次就要罚款200元。我们一天不能去厕所超过3次，否则当旷工处理。甚至还要我们每天留下来免费加班满6个小时才能走，不然就扣除当月全部绩效。听着他的话，我顿时瞪大了双眼，感到错愕不已。这是什么奇葩的理由？随后林小军继续发来消息，控说着公司的很多极其不合理的规定，所有人都对他和蒋总的不满，更是有人去举报，上了新闻专栏。呵呵，蒋丽绝对没想到自己的公司会因此而出名，现在不但受到行政处罚，还遭受到了疯狂的网暴，所有人都纷纷大喊抵制这样的公司，声称要捍卫打工人的权利。蒋丽这下子是彻底断了自己的路，合作方都对他避而远之，而这一切都是拜张志强所赐。随后我和爸妈游玩了一圈回来后，便给锦华集团的负责人吴总打了电话，答应去他的公司担任总监一职。吴总连连称好，立即就给我开了3万的工资，还让我负责一个1000万项目。姜总监，我是之前有跟你联系过的蒋丽，我们能不能见一面？不好意思，蒋总，我没时间。我有很重要的事要和你详谈，请你给一次机会。蒋丽的话还没说完，我就收了线，没想到他竟带着张志强直闯我的办公室。姜13，你在这里做什么？你该不会是因为蒋总把你开除了而怀恨在心，所以特意来报复的吧？是你一直打电话给我，要和我见面的。笑话，我要见的可是姜总监，你算什么东西？不要以为你和姜总监一个姓就又怎样？蒋总说的对，就你这个德行，给人家姜总监提鞋都不配。这里不欢迎你们，给我出去！该出去的人应该是你，你什么玩意敢在这里冒充姜总监？我不为所动，依旧气定神闲地坐在椅子上。蒋丽见状，气得脸通红。来人！是谁在大呼小叫？方特助循声匆匆而来，板着脸喝道。他转而又毕恭毕敬地对我说：“姜总监，有几家公司的负责人都在外面等着和你见面。”你真的是姜总监？那太好了，13哥，既然大家都是老相识了，你赶紧同意对我们公司的那笔投资吧。对，小张所言极是，我相信你肯定会同意的。好，听着我的肯定，他们即刻眼睛发亮，紧紧地盯着我。姜13，我就知道你是顾念旧情的，我的公司有救了。好一个厚脸皮！你什么意思？现在谁还敢对你的公司投资？你是在耍我？你们给我走！13哥，你能不能拉小弟一把？蒋总的公司已经濒临破产，我不想失业。你凭什么觉得我会帮你？看在我们曾经共事一场的份上，你就应该帮我。看着张志强那副理直气壮的模样，我想起了上辈子的情景，仿佛还历历在目。我只感到气愤难平。最终，蒋丽和张志强被强行撵了出去。锦华集团和合作方公司一起举行了商业晚会。我刚到门口，就见到张志强穿着一身皱巴巴的西装站在那里。你们滚开，让我进去。先生，如果没有邀请函，是不能进去的。几名保安把张志强横挡在外。张
志强的眼角余光瞄到我，他急忙指着我，我认识他，他肯定会带我进去的，你们还不快走开！我没理会他，径自往里面走去。张志强还在身后喋喋不休地叫嚷，随后挣脱开了几个保安，直冲进来。他大摇大摆地走到中间。大家好，我叫张志强，希望各位老总能给个机会，让我到贵司上班。我的能力非凡，你们绝不会失望的。现场一片安静，紧跟着发出了阵阵笑声，所有人的脸上都是一副嗤之以鼻的表情。请你们相信我，只要你们聘请我，我一定能为你们的公司带来意想不到的收益。大家只把张志强当笑话看，都不予理睬。这是我的简历，请各位老总看看。原来你是奖励公司的员工，奖励的公司在我们业界可是出了名，想必你真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。张志强是一如既往的愚蠢，丝毫听不出大家话里的嘲讽。那可不，奖励非常器重我，我进去公司后就一路升职加薪。他甚至还为了留住我，不惜开除江13，也就是现在锦华集团的江总监。他说的没错。那么你们谁要让我去你的公司上班呢？我真不想看到大家为了抢夺我而发生争执。这张志强的脑子是不是进水了？那请问蒋总怎么舍得让你这样的人才流失？他的公司都要倒闭了，我还不得赶紧为自己找出路？难道还傻傻的坐以待毙？而且就算他要强留我也没用，良禽择木而栖。听着他的话，周围响起了窃笑声。张志强眼里充满不屑，都怪蒋丽这女人经营不善，她的公司活该破产。蒋丽如果看到你这样背刺她，不知作何感想？她都自身难保了，现在正愁着没人拯救她的公司呢。我想在座的各位老总，绝对不会有人肯要你。张志强还不自知，蒋丽的公司会落得今天这种场面，最大的原因就是他一下子就炸了毛。江13，你以为你是谁？那是你的想法，少在这里胡说八道。江总监说的没错，我们是绝不会让你这样的人进公司。就你今天这种表现，你觉得我们可能会要你吗？你还是回到蒋丽身边，好好为她效力吧。随着大家的回应声越来越多，张志强的脸色愈发难看。大家听我说，我是真的很需要一个机会。蒋丽的公司都好几个月没发工资了，我现在过得好惨，我求求你们帮帮我，再这样下去我就要饿死了。为什么会这样？我是一个处处为公司着想的好员工，你们居然不要我！张志强继续撒泼的控说着，后方突然响起了一道熟悉的女人声音：“张志强！”大家转头一看，只见蒋丽头发凌乱，一副狼狈不堪的样子，她气冲冲的向着张志强步步靠近。你为什么要把我锁在洗手间？蒋总，我觉得今天这样的场合你没必要来，我担心你会妨碍到我向各位老总求职。我总算看清楚，你才是白眼狼。蒋总，我也得生活，所以我才来另觅出路，是你自己没用，怨不得别人。就是因为你，我的公司才会变成这样。我做的最错的一件事就是相信了你。张志强青筋暴起，一个向前就和蒋丽扭打在一起。经此一闹，蒋丽的公司是更出名了。我入职锦华集团后，公司业绩蒸蒸日上，吴总决定新开分公司，并由我全权负责所有事务。我需要大量的招兵买马，所以决定在线上进行公开面试。江总，经过初步筛选，第一轮面试者总共有20位。镜头一打开，我有点出乎意料，张志强和林小军居然都赫然在列。还没等我出声，张志强就抢先开了口：“13哥，真的是你，太好了，你们都退出，可以不用面试了，这个职位是我的了。”其他人都怔住了，我沉下脸，张志强还真是死性不改。大家按照正常流程面试。不是13哥，我们那么熟了，这职位肯定是非我莫属的，不然你还能给谁？我们公司秉承公平公正，绝不允许有任何谋私的行为存在。江总监，我的为人你最清楚不过了，那自然应该录取我啊。就因为我十分了解你，才不能让你这样的人进我们公司。我们这里庙小，容不下你这尊大佛。江总监，听到我的话，张志强顿时慌了神。线上公开面试结束后，经过我们的仔细考量，本次职位的所有者是林小军。谢谢江总监的赏识，我一定会做好这份工作的。我不同意。这是我们公司的内部决定，你无权干涉。江13，不要以为我不知道，你和林小军有一腿才把这个职位给他。你再敢胡言乱语，我就告你诽谤。这所有人里面，不是明摆着我是最优秀的吗？你却居然录取林小军，我看你8成是跟他搞在一起了。我说江总监，你也不过如此，还口口声声说要公平，其实只是做样子给我们看而已。下一秒，张志强就被强制下了线。我刚走出公司门口，便看到张志强已早早等候在那里。我佯装没看到，继续往前走。江13，你给我站住！你来干什么？我现在给你一个机会，在网上公开向我道歉，然后让我入职你的公司。你有病吧？赶紧给我滚！我告诉你，你识相点就按照我说的做，否则我一定会让你后悔的。我倒是想看看你要让我怎么后悔。你这不知好歹的狗东西，我现在就让你知道我的厉害。张志强话完，从怀里掏出刀子。就在我躲闪不及时，身后的林小军突然大喊一声：“江13小心！”我听到身后的林小军大喊一声，转头看他却倒在地上，腹部在汩汩流血，而张志强手里正拿着一把明晃晃的刀子，刀尖杵在往下滴着鲜血。哈哈哈！该死，你们都该死！我这么优秀，你们却不要我，你们全都得死！他拿着那把刀子对着空气一顿比划。
然后冲到了马路上。过往的车辆来不及刹车，一个不小心竟把张志强撞飞了出去，他瞬间就倒在了血泊中，脸上还带着笑。林小军，你没事吧？你为什么要这样？我是不是快要死了？你不会死的。13哥，其实我一直喜欢你，我很心甘情愿为你而死。林小军勉强挤出了这句话后就昏迷了过去。不远处传来了警车和救护车的声音，最后张志强最终不治身亡。林小军所幸无大碍，在他出院不久后，我就和他结了婚，婚后生活幸福美满。